注意看，武僧一龙放倒了泰拳王子波球一次，重新站起来的波球眼神突变，结果一龙趁波球不注意又给他脑袋上来了一拳。看到波球被打晃了，一龙瞬间大爆发，打的波球慌忙逃窜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武僧一龙为何如此的理不饶人，使劲殴打波球？那是因为波球为了表明要赢一龙的决心，则是押上了这么多年打拳积攒下来的所有钞票，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一龙是个假和尚，并在媒体面前放出狠话，要把一龙打死在擂台上。门口的救护车和医院的病床都给一龙准备好了。就说他把所有钱都拿出来打这场比赛，他说我一定会赢的，一龙你一定会倒下在这个擂台上，就在这个台子上。医院的救护车要准备好，打完以后就或者没有打完就把你送到那里去。除了明好脾气的波球竟然如此羞辱武僧一龙，看来武僧一龙已经彻底惹怒了波球。一龙打这场比赛很紧张，整个身体都在颤抖，证明这场比赛的结局关乎的事情很多也很复杂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一龙和波球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武僧一龙率先实施了一招双龙出海，一套拳脚进攻打了波球一个措手不及，这不妥妥的下马威吗？看到波球被击倒，台下的观众彻底沸腾，当然有人喜就有人悲，放倒波球一次不够，又来了一次。这一次一龙直接打了波球一个人仰马翻，2次击倒给波球带来了大麻烦。波球被他玩了哇，今天的一龙啊，战斗力啊超过200啊！一龙已经静止了太久了，对，哇！已经静了太久了，终于把这个努力爆发出来了。现在一龙掌握着静动之力，代表中国功夫最具特色的人物一龙和代表泰拳最具特色的人物波球。当然，我们从来不认为波球就是泰拳，一龙就是武术，但是双方在这个整个的名声上，已经代表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功夫的一种雏形。一龙可是中国功夫的代表性人物，并且还是武林风力捧的一位少林和尚，拥有少林金刚腿和金钟罩铁布衫。比赛刚开始没多久，一龙就多次用少林金刚腿攻击波球，导致波球下盘不稳被放倒了2次。拿到比赛优势的一龙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玩命的对波球发起主动进攻，生怕波球缓过来对一龙发起不可阻挡的猛烈反击。在我们这个整个泰拳的流派里呢，我分为这么几个部分，分为东北部的膝击型选手，北部的肘击型，中部的破解型，以及南部的腿击型。而我们的波球就是来自南部。双方在优劣势上已经一眼可以看得出来，波球是 K1 2届的王者，是本土的泰拳选手，非常资深的泰拳冠军。而一龙经历了百战，经历了从草根到职业搏击选手的蜕变。这个真的是逐渐反应过来的波球开始慢慢逼近一龙，所实施的拳脚进攻极具有杀伤力。毕竟波球是500年泰拳的继承者，自身的泰拳功底绝对是超乎常人。反观武僧一龙也是非常灵活，面对已经休整过来的波球，一龙照样会对波球发起间接性的主动进攻。毕竟这是在中国的擂台上，中国武僧要给观众树立一个正能量的价值观，最起码不要被波球追着打，并且一龙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形象是无敌的存在。建议一龙要换一招啊，他一直要扫倒这个波球。我相信一龙也知道自己的劣势，相对于基本功相对于战绩，相对于面对的选手以及经验，一龙都没有太多的优势。一龙所有的就是这一股子勇气，就是现在全场的支持以及自己的先发夺人。波球到现在为止没有出过太重的进攻，一龙的调整体力。波球的出拳出腿速度及快力度也很强，每时每刻都在拿着拳脚进攻对一龙发起猛攻。然而一龙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了就用金钟罩铁布衫硬扛波球的进攻。很明显，波球很快就掌控了比赛节奏，但是心里一定受到一定程度的惊吓啊！肯定是的，这一辈子没被摔过这么惨啊！2次一龙的这个低边位的老踢做得非常出色，后来把它丢出去，你看，哇，丢好远啊！相信一龙会在第2回合有波球啊，他的一个自尊心是蛮强的哦。你第1回合对，哇，给他丢脸了，对，他会报复选手的平高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既然登上了擂台，就避免不了打打杀杀。为了中国搏击和中国功夫的荣誉，一龙也是跟随波球押上了很多金币和出场费。这不只是一场常规的商业赛事，而是中国功夫和泰拳之间的较量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裁判突然暂停了比赛，应该是有话要对波球说。有点像是跑掉了。我们看现在一龙已经
已经找回了自己的节奏，正在保持着自己的胜利。好像顶到了一个负裆。这个我觉得一龙肯定是无意的。在这样一个规格的比赛里，没有人希望以这样的形式来结束这场比赛。前后手，一龙，哇，我们的一龙还在继续进攻。一龙这个时候，你身后就是100万里的观众，就是所有人的支持。面对波球，两个人之间没有过多的试探，没有任何废话，直接就是干架。不是武僧一龙在发起主动进攻，就是波球在发起主动进攻。俩人打架全凭抗击打能力和反应速度。波球是何等人物，是国际拳坛公认的战力技术大师。既然在赛前撂下了狠话，要把武僧一龙打进医院，那么波球一定会言出必行。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。对啊，这个波球啊，在赛前他也很怕这个跟一龙的这头给顶到。一龙有点扫地，哇，没有成功没有关系。波球啊，竟然来这一招，哎呀，一龙只要敢做动作。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当然很重要，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。最重要的是双方能把自己的武术流派能演绎到何种程度。对，一龙啊，很多的骨头啊，硬骨头给我们看啊，相当的。那这个刚刚波球又绕到了一龙的背后啊，被掌握了，要小心一下。波球现在的进攻，一龙的进攻节奏完全被波球打乱，唯有搂抱才能限制波球出动作。别看波球所打出的招式次数很少，但波球打出的每一拳每一腿都很有杀伤力。反观一龙全凭金钟罩铁布衫死死支撑，根本无法与波球展开正面对抗。掌控比赛节奏的波球，他可不管一龙实施什么限制动作或者是防守反击，波球照样会按照赛前所制定的计划往死里打，不把一龙打进医院誓不罢休。这个低位的防塔的确很不错，对，还以颜色，哎，没错。好，接完之后了，好，一龙的抗击打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很好的作用。虽然波球并不是一个以拳出名的选手，但是他的拳法也依然非常细腻，他的拳非常的重。好，他本来要扫倒这个一龙。自从前 K1 改变了专门针对波球改变了连吸的规则以后，波球的拳法就日益精进了。对，大家请了拳击教练啊，专门帮他指点一下。包括当然也可以。一龙的出拳出腿的次数变少了，与此同时，命中了也随之降低了很多。在波球精准击打面前，一龙就像是一个会移动的沙袋，来给波球提供训练使用。火星撞地球啊！而且在这个打击密度上，还是一龙明显占有优势。然后波球啊，还在做这个前脚扫地的一个假动作。在比赛前呢，我跟蔡老师也在聊这个事情。实际上，波球也从来不是一个善重击的选手，他是一个控制型的。是的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不管一龙实施什么样的怪异招式，都无法给波球制造大麻烦。此时的波球不仅掌控着比赛节奏，并且还手握大比分优势，留给一龙的时间不多了。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，一龙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拼了，豁出命也要打出个人样来。哎呀，意识到了啊！波球拉杆实在太快了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在整个波球的表现中啊，双方都要来一个飞膝。我相信一龙是不是在身体的这个气质上有些下降，但是前2回合拼的有点太猛烈了。对，第1回合啊，他表现的太好了，没错，这个优点太多了，但是不能怪他。没错。第3回合，波球的大意给了一龙一次机会，被打晃的波球瞬间失去了重心，其后一龙就像是发了疯一样，拿着拳头就开启了狂暴模式。要不是波球搂抱及时，恐怕波球会被一龙当场打入昏迷。这场比赛关乎到中国搏击的存亡，武僧一龙真要是击败了波球，那么中国搏击将会完成跨级别的跳跃。别到你的头上来了，真的太好看的一场比赛了，好吧？现在真的是世纪大对决啊！泰拳王者曾经站在世界顶尖的泰拳王者，现在在跟一龙对拼，并且处于我认为的相对劣势。对，我相信现场观众都觉得值回票价。现在一龙，我进入了这个没有意义。在比赛开始前，波球和一龙就已经火药味十足，都想干掉对方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台下的观众不停在为武僧一龙加油助威。然而此时的一龙已经身疲力竭，有气无力，即便是命中了波球，那也无法直接将波球终结斩杀。
除了缠抱就是缠抱，其他任何动作都无法正常实施。这也不能全怪翼龙，对战波球已经算是一道难题，一直到现在，俩人已经足足对拼了3个回合。不仅仅是翼龙累了，波球也会感觉到疲惫。抓到一个迎击啊，要小心小心。现在比赛已经进入最后的白热化环节，对，双方的力气也都用了蛮多的啊，因为翼龙现在的战术很正确，如果波球出扫腿就夹击。哇，刚一个重击，打到了这个波球的胸膛啊！还有10秒，这个比赛翼龙能哇，又漂亮面拳，哇，今天啊太漂亮了，哇！这个转身的带摔是本场比赛唯一不允许也是严令禁止的。比赛结束了，最终比赛胜利判给了波球，然后波球则是表现出了一副不相信的模样。不得不说，波球不仅实力很强，演技也很好，哈哈哈哈！调侃一下不必当真。最终波球获得了胜利，获取奖金的波球并没有将所有金币收入囊中，而是拿出一大部分分别捐给了中国和泰国的福利院和孤儿院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波球和翼龙分别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